如果你用放大镜看东非地图，会在维多利亚湖的东边找到一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黑点，那不是水面上的漂浮物，也不是一块礁石，而是一个真正有人居住的岛——米金哥岛。它的面积只有 0.002 平方公里，大约相当于2个篮球场那么大。但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就在这片比一个超市还小的礁石上，竟然挤进了1000多人常年定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铁皮城市。人们吃、住、工作、结婚、生孩子，甚至还有酒吧、旅馆、妓院和教堂，一应俱全。整个岛像是海面上的一个迷你都市泡沫，摇摇欲坠，却又井然有序。这是一个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也是一个只有站着才有呼吸空间的地方。岛上大部分居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铁皮屋与湖之间来回奔波，捕鱼、晒鱼、卖鱼。没有树木，没有草地，没有娱乐，但让这个岛出名的不只是它的拥挤与贫穷，而是它的价值。维多利亚湖是非洲最大的淡水湖，盛产尼罗河鲈鱼，一种肉质紧实、出口价格高昂的名贵鱼类。在米金哥岛附近的水域里，每天都能捕上成吨的鲈鱼，渔民靠这些鱼每日可赚上100美元，远高于肯尼亚或乌干达本地工资。正因如此，这块贫民窟中的黄金地成了许多人挤破头都想抢的位置。也因此，米金哥岛引发了一场持续20年的国家争夺战。肯尼亚和乌干达2个国家，谁也不愿放弃这个小岛的主权，不是因为岛上有宝藏，而是因为岛周围的鱼是金子。一个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小地方，居然成了国家层级的战略争议区。这不是段子，而是真实发生了几十年的地缘政治荒诞剧。荒诞还不止于此，同样在维多利亚湖中，就在米金哥岛不远处，还有一个面积是它10倍、绿树成荫的小岛——乌辛格岛。但奇怪的是，那里没有人住，只有几只山羊和偶尔巡逻的警察。为什么不搬去那边？原因听起来匪夷所思。当地人相信那里闹鬼，住进去会生病或者死去，于是他们宁愿挤在米金哥岛的铁皮房里，也不愿搬到宽敞安静的乌辛格岛去。这就是米金哥，一个现实版的荒诞密集地狱，却又充满生机和奇迹的地方。欢迎来到米金哥岛，非洲最热闹的孤岛，最赚钱的破屋堆。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如果告诉你这里的人均居住面积是2平方米，你一定会以为是在形容某种社会惨剧、战时难民营或者哪国的监狱。但在非洲维多利亚湖的米金哥岛，这不是讽刺，而是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生活方式。走在米金哥岛的街道上，几乎没有空间这个概念。所谓街道，其实是一条只能侧身通行的铁皮缝隙，两边是东拼西凑搭起的铁皮屋，屋顶几乎贴着屋顶，像密不透风的鱼鳞堆。你抬头只能看到铁皮、铁丝、晾鱼架和晾晒的裤子，阳光只能从窄缝中洒下一道道像监狱探照灯般的亮线。这里没有楼房，自然也没有规划，房屋是先到先占，谁占下3块地砖大小的位置，就能在上面搭一间屋子。岛上最常见的建筑材料是生锈的铁皮板，就塑料布、木板和油桶切片，拼拼凑凑，几根钉子就能固定一间家。有的屋子小到令人惊讶，不足7平方米，住3个人，他们睡的是同一块木板，吃饭靠蹲，翻身必须协调。你看不到沙发、餐桌、衣柜、洗漱台，甚至连椅子都很少。家里唯一的家具就是一个能锁的塑料桶，用来放钱和干粮。厕所，对不起，米金哥岛没有公共厕所。居民上厕所的方式是凌晨3、4点摸黑去湖边解决，或者干脆在塑料袋里处理完再扔到水里。是的，那个水就是你白天捕鱼、洗衣、烧饭用的水。洗澡，你想多了，有人在屋顶接雨水，有人划船去附近岛上洗一回干净澡，更多的人选择擦一擦就算了。有人3周没洗澡，却仍然每天笑着上岸卖鱼。最离谱的是，岛上居然还有5家酒吧、4家妓院、
2家旅馆和一座小教堂。你以为岛民生活艰难无暇享乐，恰恰相反，这里虽然脏乱，却不缺娱乐。晚上捕鱼归来，酒馆人满为患，喧哗声盖过风声。妓院门口有人排队，旅馆则是提供临时休息的地方，1小时计费，生意火爆。这就是米金哥，一个贫穷到极致却又热闹异常的小宇宙。这群生活在2平方米中的人，不仅活着，还活得各有各的姿态。有人靠捕鱼买了手机、电视、电风扇，用电池供电；有人边卖鱼边赚钱，自己当上岛中小富豪；有人建起2层小木楼，专做出租生意；有人在教堂唱诗，有人在酒吧买醉，有人骑着脚踏船去领岛谈恋爱。你会以为这是贫民窟，但它比很多城市角落都更有活力。你也会以为这是暂时性的难民地，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这里住了10年、20年，甚至娶妻生子。是的，对于这些人来说，生存不是靠空间，而是靠湖里的鱼。只要鱼还在湖里跳，就算脚下的地只有2平米，也能是他们的乐土。在米金哥岛，白天的主角是男人，晚上的主角是鱼，而整座岛从黎明到黑夜，唯一不变的节奏是为了鱼拼命干活。清晨5点，还未亮天，湖面升起一层薄雾，男人们已集结完毕，划着木船或铁皮拼成的小艇，出发驶向湖中心。他们穿着破旧的背心短裤，有些赤膊，手上提着鱼线、网兜、塑料桶，还有一份不折不扣的野性。他们要去的地方是维多利亚湖最富饶的水域——尼罗河鲈鱼的栖息地。这种鱼体型硕大，单条可重达50公斤，它的肉质细腻，富含蛋白，是非洲东部的重要出口产品，尤其受到欧美国家的青睐。每公斤价格在国际市场可达5至8美元不等，远远高于当地其他鱼种。这就意味着谁抓得多，谁就可能一夜暴富。而这些渔夫，不管你看他们衣衫褴褛，还是住在锈蚀的铁皮屋里，他们的日收入往往在50到100美元之间，旺季时甚至能达到200美元以上，折算成人民币相当于400到800元一天，几乎是周边内陆居民月工资的2、3倍。是的，他们看上去贫穷，但比城市上班族赚的还多。然而，要赚这笔钱也并不轻松，他们需要在湖上漂泊10几个小时，不分昼夜的投网、收网，反复打捞。尼罗河鲈鱼凶猛，船轻易翻覆，湖风突变时更容易出现事故。有人凌晨出去，黄昏不归；有人捕鱼途中被打劫，鱼被抢，船被沉。米金哥湖区并不平静，这片水面隐藏着盗匪、军警、边境纠纷，渔民每天的出湖都是一场拿命换钱的赌博。等到傍晚，船队满载归来，鱼一箱箱卸下岸，才轮到女人们登场。她们负责处理鱼、宰杀、清洗、剖腹、风干。一条条硕大的尼罗河鲈鱼被切成鱼排、鱼片、鱼骨，挂在铁皮屋墙外或木架上，像晾晒棉被那样整齐排列在岛的每一寸空隙。女人们的动作麻利得惊人，切鱼不眨眼，剥皮不犹豫，腥臭味四处弥漫，苍蝇也不嫌热闹，但他们仿佛习惯了这一切。剖完一筐鱼，还要生火熏制，再抬到集市或等待批发商的船只。不要小看这些晒鱼妇，他们不仅是岛上的后勤主力，也是家庭经济的操盘手。他们掌控每日渔产去向，决定价格，甚至组织妇女会控制市场秩序。在米金哥，赚钱不是男人的专利，女人靠刀子和盐也能赚得比很多内地公务员多。他们不仅切鱼切得狠，谈价也绝不心软。鱼晒完，钱赚到，夜幕降临，岛上的节奏开始转向放松与喧嚣。这不是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传统部落的野性，而是两者叠加后在一块岩石上诞生出的另类富裕生存法则。但偏偏就是这么一块鸟不拉屎的石头，却让2个主权国家吵了20年，还几次差点擦枪走火。故事要从2000年左右说起，那时候的米金哥岛
还只是几位乌干达渔民用来歇脚晒鱼的小驿站。但很快人们发现，这块岛周围的湖水盛产一种名叫尼罗河鲈鱼的珍稀鱼种，个大肉多，市场需求高，是出口欧洲的高级食材。一传十，十传百，更多渔民蜂拥而至，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肯尼亚。为什么？因为这座岛虽然离乌干达的湖区不算远，但地理位置刚好处在靠近肯尼亚的边界线附近。对许多肯尼亚渔民来说，从本国港口出发到米金哥，比去本国其他渔区还方便。然而乌干达政府并不乐意了，他们认为岛是你们的可以，但鱼是我们的。于是2004年乌干达派出武装警察进驻米金哥岛，建立了一个临时警港，插上乌干达国旗，宣布岛屿暂由乌干达管辖。肯尼亚当然不服，外交部连夜抗议，官员开足马力跟媒体喊话，米金哥岛自古以来是肯尼亚领土。于是岛上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主权拔河戏码。乌干达警察插旗，肯尼亚渔民连夜拔掉。乌干达修港亭，肯尼亚立牌子说非法建筑。乌干达驱赶渔民，肯尼亚派船接人再送回来。最离谱的一次，乌干达要求渔民必须空中飞来米金哥，不能从水路来，因为水域是乌干达的，但岛归肯尼亚。这场你来我往的拉锯战不仅引发数次外交风波，甚至一度让两国军队对峙。联合国都出面劝说，这块岛你们争成这样，不嫌丢人吗？但谁也不让步，因为大家都明白，争的不是岛，是鱼，是金钱，是水下看不见却源源不断的财富。最终2009年双方勉强达成一纸协定，米金哥岛归肯尼亚所有，但周边水域的捕鱼执照由乌干达发放。听起来像是和平解决，但实际上只是和平共处表面版。岛上依旧有乌干达警察，渔民若不给钱或不买乌干达的捕鱼证，照样被罚。有人讽刺说，米金哥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每1平方米都可能属于2个国家的地方。更夸张的是，如果你站在岛的南边丢个鱼线，乌干达军警会来查，往北走几步就进入肯尼亚人的地盘。如此荒唐，却真实存在。小到可以忽略的礁石，因为鱼的价值而成了2个国家眼中的战略要地。在地图上，它是一个小黑点；在现实中，它是东非版的钓鱼岛。但与钓鱼岛不同的是，米金哥岛上真的住着人，而这些人才是真正将命留在争议土地上的生活者。他们不关心主权、国旗或外交政策，他们只关心今天有没有鱼，能不能多卖几块钱。但就是这拇指大的小岛，依旧在这些争斗中安然存活。米金哥岛虽然面积小，人多钱多混乱，但它并没有陷入无序。相反，岛上居然拥有一套自成体系的渔民自治制度，不仅能维持基本秩序，还能解决纠纷、判案、驱逐，有效程度超出许多第三世界小镇的地方政府。这一切都要从岛上的2位元老说起。他们不是国家官员，也不是大企业主，只是岛上最早的一批渔民。20多年前，岛上还只是一块鸟都不歇脚的岩石时，他们就已经在这里撒网捕鱼。时光荏苒，渔民换了几茬，这2位老人却一直没走。他们以资历服众，逐渐被称为参议员，掌握岛上议事权与部分经济调度权。不要小看这个参议员称号，在岛上，如果你想修房、开店、加入捕捞队、申请鱼摊、参与运输分成，都要通过他们的口头许可。而他们的权利不来自国家，也不是暴力，而是渔民集体赋予的岛规。在参议员制度之外，岛上还有一个名叫大七的组织，它由7名不同年龄段、不同派别的渔民代表组成，专门负责解决纠纷、维护秩序，相当于一个草根裁判委员会。这个大七法庭不设办公室，没有文书，开庭就在某个晒鱼棚下或酒馆后院，所有人围坐，案子摆出来，当场裁决。偷鱼怎么办？没收工具，罚款$100起步，屡犯驱逐出岛。打架怎么办？
双方赔钱，赔偿不足，禁止下一轮捕鱼资格，拖欠房租或骗钱怎么办？通报全岛，列入黑名单，无人再与其合作。没有条文，没有法律援引，一切靠经验与共识。但因为大家都明白，在这片岛上混，靠的不是规则，而是名声。名声不好，信誉破产，不用警察来抓，也没人愿意再与你合作。在这个自给自足的小岛里，被排斥就等于被饿死。而最严厉的惩罚，驱逐出岛。米金哥岛的最大惩罚，不是坐牢，也不是罚款，而是逐出岛屿。这听起来或许不算严重，但在岛民眼里，这是比死亡还可怕的惩罚。你要明白，对于这里的人来说，米金哥不是一块地，而是一台源源不断产出现金的机器。离开这里，就意味着失去生计，失去鱼，失去社交圈，甚至连回家的路都可能没有。曾有一位渔民因骗鱼账2次被抓，当众被宣布驱逐。他当晚便收拾行李离岛，第二天在领岛自杀身亡，因为他知道没人再愿意雇他，没人再相信他。驱逐就是社会性死亡。正因如此，岛上几乎没有重罪，没人敢作恶。打架有，但少；偷盗有，但罕见；强买强卖几乎不存在。人们嘴上不提法律，但每个人心里都清楚，鱼是命根，名声是通行证。你可以穷，但不能坏；你可以挤，但不能抢。这套自发的渔民法治没有法典，却有力量。它像是原始部落的长老制度，又像现代自治体的民间共识，是典型的弱国家强社会模型。就是这样井然有序的社会，为什么米金哥人不想走，而外面的人却挤破头都想进来？而旁边的乌辛哥岛到底是怎么回事？站在米金哥岛的边缘，只要随便往水面一指，就能看到不远处的另一个岛——乌辛哥岛。它是米金哥的近邻，面积足足是米金哥的10倍，树木成荫，土地宽阔，风景宁静，几乎就是标准意义上的湖上桃源。如果把米金哥的居民搬到那里，至少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不再被挤得喘不过气。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乌辛哥岛上一个常住居民都没有。米金哥像个铁皮堆成的牢笼，挤满了上千人，而乌辛哥则像个敞开怀抱的空房子，却被所有人避之不及。原因听起来荒诞，那里闹鬼。岛民们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故事，有人搬过去住没几天就暴病身亡，有人在那里半夜听见女人哭声，有人说那岛上埋了很多淹死鬼的骨头，是恶灵的栖身之地。不管信不信，事实是没人敢搬过去，哪怕只隔几分钟的传承，哪怕那里有宽敞的房屋和干净的水井。但恐惧只是表面，更深的原因在于生计。米金哥岛虽然拥挤、肮脏、危险，却紧贴尼罗河鲈鱼的主产区，渔民每天清晨出湖，几小时就能满载而归，鱼一上岸立刻交易，钱立刻入手。而如果搬到乌辛哥，就意味着捕鱼距离加倍，运输时间增加，鱼的新鲜度降低，利润也会受损。更现实的是，米金哥不仅是鱼的聚集地，也是渔商、加工者、运输链条的核心节点。从船到岸，从鱼到钱，整个流程都围绕着这个岛建立起来。一旦脱离这个链条，就等于脱离了收入网络。更别提米金哥岛的居民大多是流动渔民和外来劳工，没有土地，也没有稳定的城市户口，他们没有资格申请肯尼亚城市的社会保障，也买不起城里的住房。在米金哥，他们哪怕住的是铁皮屋，蹲的是湖边厕所，但只要每天能出船，有鱼，有现钱，他们就能活下去。相比之下，搬走不仅是失去一块地，更是切断了一整套用于维系的生活逻辑。有组织曾试图推动迁岛计划，提出用政府补贴搬迁居民到维多利亚湖另一岸的规划社区，还画出了整整一份新米金哥蓝图，说那里的土地大，水源足，基础设施齐备。但岛民们摇头拒绝，那边鱼不多，水清没鱼。在他们看来，干净的环境换不来一日三餐，
整齐的街道不能变成鱼竿和钞票，他们宁可在恶臭中挣$100，也不愿在整洁中饿肚子。更深一层的恐惧是，离开米金哥之后，他们将从有钱可赚的渔夫变成没有根基的难民。他们的身份没有保障，他们的技能无法转化为其他职业，他们在陆地社会里是陌生人、局外人、低人一等。而在米金哥，他们是自己世界的主人，有地盘，有网络，有规则，哪怕空间狭小，生活艰辛，也是一种秩序。有人说，这里是非洲最拥挤的地狱，但对岛民来说，这里是最后的自由飞地。他们不欠债，不交房租，不被老板压榨，靠自己的网和手，在湖面上打拼出真实的生活。米金哥岛看起来像是地球上一个不小心被遗忘的角落，但站在更远的视角看，它其实是一个高度浓缩的人类讽刺剧场。在这里，资源与权力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生存与尊严碰撞出荒诞的火花，文明与原始隔着一张亮渔网对视，却谁也无法干预谁。更讽刺的是，就在米金哥岛不远的乌辛哥岛，那座因为闹鬼没人住的小岛，如今正成为科学家们的临时基地。那些来自欧美国家的研究人员顶着烈日和蚊虫，在空旷的山坡上架起太阳能板，搭起防蚊网，研究湖泊生态、水文气候、鱼类种群变迁。他们的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仪器可以测得很细，却依旧看不懂米金哥岛上那种宁可死在鱼滩上也不搬走的执念。科学与理性对照着迷信与混乱，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同一个湖上漂浮。而岛上的渔民也看不懂这些研究人员，他们只觉得那群人总是忙着写字、看水，不捕鱼也不吃鱼，来了一阵子又走了。有人甚至开玩笑说，他们才是真正的闹鬼人。科学和现实擦肩而过。更令人担忧的是，米金哥的繁荣正建立在一项不可持续的资源上——尼罗河鲈鱼。这条被称为白金鱼的经济命脉，近年来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过度捕捞、水污染、湖水气候变化，种种因素正在快速侵蚀这个岛屿的金库。曾经一网50条，如今一网只剩10几条；曾经一个晚上能赚$100，如今得熬3夜才够本。更糟的是，围绕这条鱼的国际贸易链条，从渔民到中间商，再到港口、加工厂、出口商，真正赚大钱的从来不是岛上的人。米金哥人以为自己在湖中心，其实只是整个食物链最底层的搬运工和牺牲者。他们捕的是鱼，晒的是命，分得的只是最便宜的那一口。肯尼亚和乌干达争了20年，表面是领土主权，实则是经济操盘。两个政府嘴上说要帮扶渔民，实际都在为自己抢税源、立牌照、圈水权。渔民变成了筹码，岛屿变成了象征，鱼群变成了货币。而全球各地的食客坐在餐厅点一份香煎尼罗河鲈鱼时，根本不会想到这块肉可能是一个米金哥渔民在夜色中冒着被盗匪袭击的风险换来的。那一盘菜背后是铁皮屋、污水、枪口、妓院，是用汗水和焦虑腌制出来的非洲味。这就是米金哥岛，一个地理上微不足道，现实中却尖锐如刀的地方。它让人看到人类的适应力有多强，也揭示出制度的缺席可以有多荒唐。它是金钱的象征，也是文明的背面，是生存的标本，也是失控的缩影。在这里，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错误的，只剩下一个问题，始终漂浮在这座岛屿上空。如果你是他们，你会选择搬走，还是留下来挤着钓鱼？长视频制作不易，如果您还喜欢本期内容，欢迎订阅、点赞、转发，我们下一个视频会更精彩。